行了，过来吃早餐吧。不喜欢的话，冰箱有橙汁。哦，牛奶可以啦。快点吃吧，凉了不好吃。怎么了？不合口味啊？哦，不是，昨晚你应该很清楚啊，我喜欢的人是谁。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会影响到我跟他的关系。所以把昨晚的事留在房里。你怕伤害艳芳，难道你就不怕伤害我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既然是你情我愿，那你应该很清楚昨晚发生的事，并不代表什么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想破坏我跟他的关系呢，我都不会原谅他。你放心吧，昨晚的事他不会知道的。快点吃吧，吃完了我送你回家。被打击了！老子没钱啊！我有钱一定要给你的。那个人不是你大哥吗？阿凤！哎，阿凤，快救我！有人要打我！放开我！这不关你的事，你给我滚开！哎，她是我妹妹，这笔钱她一定帮我姐姐的。哎呦，没有钱呐！哇，不是吧？你这种人性看，你可被他们打死啊！反正你迟早也是会吸毒吸到死的，还不是一样？连你妹妹都不帮你，不是也没用了？打！哎，等一下，他欠你多少钱啊？需要打死人这么严重吗？我帮他还。不要！哎，不多，1000块而已。哎呀，只要我有钱，第一时间一定还给你。算你走运，走。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。没关系，不用急着还的。哎呀，女朋友用男朋友的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嘛，更何况他是来孝敬未来大舅妈。你不要乱说啊！我看你误会了，我跟你妹妹只是普通朋友。哎呀，有谁谈恋爱不是从朋友开始的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现在有没有空？我们上我家喝杯茶。伟人在忙，你不要烦他啦。哎呀，男人讲话，女人不要插嘴啦。其实是这样的啦，看你这个人哦，很有趣。就是我最近呢，有点手头紧，不知道你那边哦有没有？你不要理他，你要这钱是吧？我借给你的。哦，这是你说的啊？怎么了？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。快给我钱！哎呀，我没有钱。你说没有钱？你没钱的时候，看来在楼下这么大口气的说要借我钱。哎呀，到底什么事？一回来就大吵大闹。哎呦，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财神爷的，现在被你赶走了。天武是我的朋友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的。哎呀，你没听过出外靠朋友没？借点钱有什么关系？而且啊，要是你跟他没关系的话，他出手为什么那么阔气？什么朋友？到底什么事？哦，刚才在楼下，阿凤的男朋友送她回来，哇，还很大方啊，帮我还债啊。阿凤啊，你有男朋友啊？谁呀？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他不是我的男朋友。哇，她的男朋友很有钱的，刚才我看她的皮包里哦，哼，最少有好几千块啊。
阿凤啊，你昨晚一整晚没有回来，就是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啊？哎，既然你们都一起过夜了，借一点钱给我这个大舅子花，也不算过分嘛。我是你妹妹啊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就因为你是我妹妹，我才会帮你拿点好处啊，不要让你吃亏。你死了叫我心吧，他已经有心上人了。那你还跟人家过夜？哎，过夜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他不认账的话，就趁机会跟他讨分手费，让他上完了要耍赖呀。你还有什么？哎呀，我真的是为你好啊！哎，要是你不敢的话，就让我这个做大哥的帮你去讨。喂，你不要乱来啊！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你去跟天武要钱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试试看，看尺码对不对？哎，正好。谢谢你的鞋子。把昨晚的事留在房里。你怕伤害艳芳，难道你就不怕伤害我吗？不管是谁，只要想破坏我跟他的关系了，我都不会原谅他。还好有你陪我，如果不是经理没空，我就不用麻烦你了。嗨，举手之劳嘛，我也是要买东西的呀。才不是呢，是你人好。今晚要多吃一点，我晚上熬了汤很补的，对你们运动员很有益的。真的啊？那我可太有福气了，谢谢你了。哎呀，别这么说啊。哎，教练啊，你也在，好巧。你好吗？好啊，你来买菜啊？哦，对，我过来买点日用品。好久没有见你了。最近比较忙，也没有时间去看你。哦，对了，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我教练，这位是伊丽莎白。哎，原来你就是教练啊，你好啊。好。小鹏啊，常提醒你的。哎呀，你买这么多菜，你一定很会煮吧？还过得去啊？那教练，你说今天鱼新不新鲜啊？都不错啊。真的啊？那我就要买多一点啦。哎，我帮你拿包吧。谢谢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教练，干嘛这么急呀？等我选完鱼之后，我们一起喝咖啡好不好？是啊，教练，喝完咖啡再走嘛。好吧。咖啡。好啊，好。小鹏，麻烦你了，一杯咖啡，一杯奶茶，再给我。哎，好嘞。今天天气真热啊，早知道我叫杯菊花茶降降火。对了，教练，小鹏一直教练长、教练短的叫你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王，叫伟雄。王伟雄，你教羽毛球很久了？应该有40年吧。不过最近我是属于半退休状态，只是偶尔教教而已。我想问你啊，你认识飞鹏很久了？不算很久啊，不过我跟他蛮投缘的。我看他一个人在新加坡，没什么亲人，蛮可怜的，所以啊，我就当他好像家人一样的对待。这么快就一家人了？大家同个屋檐下，朝夕相对，当他是自己人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同一个屋檐下，你们住在一起啦？小鹏没跟你说吗？可能他太忙了，忘了告诉你吧。你不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有一点悬殊吗？悬殊？我不明白。可能是我太保守了，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社会虽然是很开放的，但是你们的年龄有一定的差距，难道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说什么闲话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太关心飞鹏才会这样问你的。其实这是你们两个的私事啊，我这个局外人不太应该说什么的。哦，哎呀，
其实我和飞鹏之间的事，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，哪轮得到你这局外人来操心哦？是，你们聊什么呢？哎呀，达玲，我在跟你教练谈我们之间不能说的秘密啊。不能说的秘密。是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教练以为啊，我们是一对啊。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同居吗？教练，您搞错了，他是我的房东。爸。哇，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你买这么多菜回来？今天我心情很好啊。什么事让你心情这么好啊？之前我一直以为飞鹏是明草有主，跟我们施行有缘无分啊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是我一时糊涂搞错了，所以我们施行的缘分又有着落了。爸，你刚刚摆了国荣这个大乌龙，你还不怕？又是你叫我不要过分保护施行的，现在我只是制造机会让他跟飞鹏在一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？哎呀，我是这样说过，但是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吗？你让世行自己去找男朋友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没有反对他去找啊，可是有多一个选择总是好的嘛。哎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国荣根本比不上飞鹏，要是世行跟飞鹏在一起啊，我就很开心了。爸，我知道你要说我多事是吗？我只是不想世行像你。放心好了，人家世行啊是纯不是蠢啊。你不要一直说施行啊，你自己年纪也不小了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定下心找一户好人家？爸，你很老土哎，什么找户好人家？那干脆你安排我去相亲啊。你不要扯开话题呀。哎呀，你都知道你女儿我自由惯了，不想被人家绑啊。而且人家知道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啊，跑都还来不及，哪里会娶我？谁敢说我女儿条件不好啦？现在只是你想不想嫁。爸，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啊，结婚呢只会成为我的负担。我知道，你老是忘不了那个人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谁。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了，何必为了一个这样的人一直……爸，你都说了，事情过了这么久，还听他干什么？况且啊，以前的事情啊，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是这样最好。已经干了，我去洗脸了。见了面又能说什么呢？一言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只是刚巧路过，突然想起你好像在这里做工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我刚才开会。哦，今天你这么忙，就不打扰你了。其实我的会已经开完了。既然来了，喝杯咖啡吧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那天太匆忙，还来不及问你好不好？怎么？我看起来不好吗？不是的，你看起来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这么多年了，老了。看时间，对你是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你以为你在拍广告啊？不过就算是真的，那我也要多亏我家里那些价值不菲的保养品。真是的，想夸一夸你都不行。其实，有一件事我真的很想问你。当年你为什么突然间不告而别？不止退学，而且还搬家。哦，我家里出了一些事啊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对不起啊，不方便告诉你。是不是因为你
家人知道我们的事，所以才逼你离开学校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不关你的事。要不是因为我，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日子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个妹妹呢？你说世行吗？她不是我的亲生妹妹。她是我爸后来领养的。真的啊？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爸在家等我开饭。再聊会儿吧。不好意思。叫你那么多声都不要应，你还躺在那边啊？吃饭啦！Yes， 你为什么这么傻？要是你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怎么跟你妈妈交代？难道你就这么忍心看爸爸一个人孤零零的过下半辈子吗？爸，对不起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爸爸都会在你身边帮助你。你要答应爸爸，不许再做傻事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你干嘛无声无息在我后面出现呢？你想吓死我啊？哎，我哪里有无声无息？我刚才还拼命的叫你，可是你一直走，连理都不理我哎。哎呀，你的叫一定是像小猫那样小声，所以我才听不到的。才不是！我喊得我喉咙都快要破了，一定是你想东西想得太入神，所以才没有听到我叫。哪会有什么事啊？真的没有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，还是有什么烦恼？切，我会有什么烦恼？那不管是什么烦恼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因为我是你的女儿，我可以帮你分担的啊。哇，哎，真的是知母莫若女哦。其实我真的是有烦恼。哦，你有什么烦恼？我在烦恼呢，今晚是要跟谁去 clubbing 好呢，还是跟 Alex 去看半夜场好？你就是为了这个烦恼？对啊，因为我同时不能分身去赴2个约会啊。哎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跟谁呀？嗯？哎，不是说要跟我分担烦恼吗？喂！他当时正沉浸在刚刚成为母亲的喜悦中，
可以这样的，那女人已经很惨了，还落井下石。哎，那个男的，那可以这样纵容她的，真的是越看越气啊！真是太可怜了啦！这是干什么，叔叔？哇，你们是不是看戏看到神经病啦？演戏而已吗？需要看到那么生气吗？戏哪里有这样的婆婆妈妈的坏人当道？你说看得不生气啊？不要看了啦，哈，关掉。不行！你没有听人家说吗？看戏要看全套哎，做人怎么可以半途而废？现在是最精彩的部分了。英女皇看得那么激动，你又看到那么感动，还看来干什么啊？不看都看了，不看完它喽。Daddy 妈咪，哎，回来啦！来看电视啊，今天大结局嘞。不了，我很累。哇，你这个书呆子，竟然会把书丢掉！哎，这不是你投其所好、讨家人欢心的道具吗？你被拒绝啦？难怪一回家就无精打采的，原来是失恋。喂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是去他家吃饭那一天哦。他一口拒绝你啊？他说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啦。夹顺便吧。我已经装得很潇洒了，可是心还是很痛。别想太多了啦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只怕自己不去找。像你条件那么好，他不要你啊，是他走宝啊。这种老掉牙安慰人的话，我陪 Daddy 妈咪看电视听多了。换成是别人跟你说，你会相信吗？那我就不说喽。哎呀，反正时间呢会把一切的伤痛冲掉的。我看了，你还是直接把我冲进马桶还比较容易一点。算了，不要说我了。你跟那个男人发展的怎么样？什么男人？就是那个屁儿啊！我都说了，我不可能跟他有发展的。你话可别说得太满了。君子不夺人所好，姐妹喜欢的东西呢，我是不会抢的。一点都不要？不要。一丁点儿都不要？我现在在意的呢是比赛这种大事，儿女私情这种小事呢，我是不会在意的。你少操心啦，带着你失恋的伤痛去睡你的觉，哭湿你的枕头吧。晚安。七早八早是谁呀？你好，我是。对不起，你搞错了，我们没叫外卖。不好意思，我姓马，叫天武，是艳芳的追求者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你应该是艳芳的姐姐吧？哎呀，不是啦，我是艳芳的妈妈。哦，是啊，这么年轻啊！谢谢你啊。是谁啊？嗨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送早餐啊。我家没有钱买早餐啊，要你送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真是没规矩，人家千里迢迢的送早餐过来，你怎么可以拒人家于千里之外呢？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千里之外啊？说不定他就住隔壁呢。总之过门就是客了，来，进来进来。哎，这位是？他是来追求你女儿的，他叫马天武。来，我给你介绍。好。他呢是艳芳的爸爸。伯父你好。他是艳芳的弟弟。我是国荣，你就是屁儿啊？哦，他是这样子叫我的。哎，大家过来吃早餐吧，凉了不好吃。来。这位又是？
他是我们家的房客，都是自己人呐。哦，自己人。我叫马天武。哦，你好，我叫燕飞鹏。我是艳芳的追求者。祝你好运啊！谢谢。他真的一丝不挂，在大庭广众下裸跑啊！他真什么都没有穿啊！在酒吧喝醉人常常都有，不过喝了这么烂醉，闹得这么难看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哎，你不错啊，你年纪轻轻就是几间酒吧的老板，哎，真是年轻有为哦。小本生意而已嘛，不算有为。你每天晚上都要做到3更半夜才回家，今天一大早就给我们送早餐来，你不累呀？累啊，不过不这样做的话，就显不出我的诚意了嘛。你还真直接啊！我觉得喜欢一个人，应该让他知道没有必要拐弯抹角的嘛。天武啊，你什么时候带我们2老到你的酒吧去坐一坐啊？哎，是喽是喽。好啊，随时欢迎，只怕你们不肯来啊。听姐说，就是你介绍她打沙滩排球的。哦，你姐有在你面前提起我啊？你买的早餐真好吃哦。你这么壮，打排球一定很厉害吧？还可以啦。哎，那跟我们家的艳芳还蛮相配的哦。是吗？身材壮跟会不会打排球是没有关系的，打排球厉不厉害跟相不相配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嘛。不管是打排球还是什么运动，体格好是第一要素，对不对？你不说话，没有人说你是哑巴的。我吃饱了，我要去练球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反正回酒吧的，顺路的。是啊，现在搭地铁、大巴士人会很多啊。哎，现在德士费又很贵哦，有一大堆的附加费，而且到处都是 ERB 耶。好啦，还吃还不走？啊，各位慢慢吃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有空常来坐啊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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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好运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喂，你不是要回去泡吗？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我有事要办，陪我好吗？我有的选择吗？ No。请问你是蔡艳芳小姐吗？你有看到这里有其他女人吗？现在我就念出马天武先生名下所有的资金、产业以及遗嘱的其他内容。你听完之后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在遗嘱上签个名。什么遗嘱啊？关我什么事？马先生立了遗嘱，将他名下所有的资金以及产业都留给你。这位顾先生是这份遗嘱的见证人。你神经病！生什么气？你放开我啦！到底生什么气？我没有生气啊，你发神经我还高兴得不得了。我把全部的财产都留给你，这就证明我对你是认真的。我没有想到你的神经病呢，比我想象中还严重。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为什么死都不承认呢？马天武先生，我看你是误会了，我真的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不是其他的小妹妹。哎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怎么那么迟？我还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事啊！
喂，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了？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没事啊。那工作上出事了？工作也没有事啊。那你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总觉得你今天怪怪的。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时间宝贵，练球吧。回来了。嗨。哦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人家天武等你多久了？你在干什么啊？等你啊，谁叫你等啊？志远的。随便你。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就说嘛，干嘛动手动脚的？一哥啊，我们不是约了南希唱卡拉 OK 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应该走了。哪里有？不是今天呐。刚才约的，你忘了？哦，对，我差点给忘了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出去啊。不要喝了，没时间了，走，快点。如果你是来道歉的话呢，那就什么都不用说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搞错了，我不是来道歉的，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做过的事。你这个人真的厚脸皮到家，做错事还不承认。我根本没有做错事啊，除非你觉得喜欢一个人也算是一种错。你这套花言巧语还是留给 pub 里面那些小妹妹吧，我是不吃这套的。那你喜欢哪一套啊？才会接受我？我是不适合你的，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。为了你再花多点时间，我都觉得是值得的。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明白？我是不会喜欢你这种人的。你不要自欺欺人的好不好？要是你对我没有感觉的话，那我吻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会有反应的呢？我唯一的反应就是想吐啊！我实在不明白，我们是正常发展，为什么你一直要拒绝我的呢？感情的事呢，是怎么说都不会明白的。你走啦，我不想看到你呀，走啦！不说清楚我是怎么不会走的？你走啊！我不会走的。走。说清楚。走。说清楚。走啊！说清楚。走了。你到底在顾虑什么？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障碍啊？我知道，是不是 Rainy？ 是也好，不是也好。你那么帅，又风趣又有钱，要女朋友招一招手，马上从街头摆到街尾去。不像我，没有样貌又没有身材，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全身上下都是缺点啊！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只要你。我不要你啦！如果你不点头当我女朋友的话呢，我就站在这里，站到你点头为止。就算你在那边陈不难移，我也不会点头的。我会等你的。今天的菜很多啊，反正也吃不完。哎，要不叫天武进来一块吃吧？对哦，我看他也饿了，叫他进来吃吧。哦。你坐下。哎，艳芳啊，人家天武已经在外面站了大半天了。天武，你跟人家很熟吗？他喜欢站，给他站个够啦。他在外面站了这么久，也是为了你，难道你一点也不感动吗？哎，新加坡是个自由的国家，他喜欢站，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的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姐，你的答案没有什么说服力耶。Shut up！ 我的感情我不清楚吗？所谓当局者迷，你现在就是当局者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哎，你们是我的家人呐，干嘛帮他说话？他给钱你们呐？哎，艳芳啊，所谓这过了这条村就没这个店了，我们是不想你将来后悔啊。我不会后悔的。绝对会后悔的。不会。
好了好了，行，既然是不会的话，那请人家来吃个便饭无所谓吧？有所谓，自己吃都不够了，还要喂个外人。你难道想饿死他？饿死更好，会有人来跟他收尸的啊。哇，姐，就算你不接受人家，也不用这么诅咒他吧？哎，艳芳啊，不用再劝我了，他占他的，我吃我的，互不干涉。谁再提起那个屁人呢？家人都没得做啊。要吃动作就要快，要不然吃不到，将来别后悔。天涯何处无好料，何必单恋一条菜啊？我吃肉。天武，哎，嗨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进去吧。进去了，可是被人赶出来了。那个蔡艳芳啊，又野蛮又霸道的，你何必这么执着啊？死怪鸟，竟敢说我坏话！你说的这个人是我未来的女朋友啊，客气点吧。她不野蛮不霸道，你能在这儿罚站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她哪点吸引你？善良纯真，不做作，精力充沛，永远都这么活泼开朗。你确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少说一句会死啊你！我最喜欢的就是她的活泼开朗，让人觉得很有活力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保护她，让她这辈子都开开心心的。你这些话呢，真的很让我感动。不过你说蔡艳芳呢，跟我认识的真的不一样。这可能是所谓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吧。你再跟她相处久一点吧，你就会感受到了。我无福消受，我要进去了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不了，我说过我会在这里等她。OK， 祝你好运。谢谢。偷听别人说话。怎么有只怪鸟在那边吱吱叫？没品。你说谁没品啊？谁偷听谁就没品了。我哪有偷听你们说话？我整个晚上都在这边看杂志，什么都没听到。那你一定很辛苦了。为什么会辛苦啊？把一本杂志倒过来看，还要看一整晚，你不辛苦，我都替你辛苦了。晚安。死怪鸟，等着瞧你！男人就是男人，还说会等，结果一天一夜都等不了。傻瓜，人家傻呀，还不是因为你？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啊。我只知道呀，你在偷看男人。我哪有在偷看他？他是谁啊？懒得跟你说啊，我睡觉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对待一个喜欢你，你又喜欢他的男人呢？我哪有喜欢他啊？全世界都知道，就只有你一个人看不出来。你在固执什么呀？你管我啊？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他的。你过来看看，那个因为你被蚊子叮的人，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
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你没有试过，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算了，算我多事。你也听到了，他说他喜欢你的开朗性格，他要一辈子让你开开心心的。连我这个男人都会动容，你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好了，该说的我全说了，晚安。你答应我当我女朋友了？我没有这样说啊。那为什么你拿早餐给我吃啊？其实你知不知道瑞妮喜欢你啊？我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？感情是讲感觉的嘛，我对他没有感觉啊。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啊。我知道，你一直想撮合我跟瑞妮，但是我喜欢的人就只有你一个。如果你是因为瑞妮而拒绝我的话呢，那我觉得对我、对你自己，甚至对瑞妮太不公平了。怎么说啊？我们两个彼此都有好感的，却不能在一起，那就是对我们太不公平了。那我明明是不喜欢瑞妮的，你却让她抱有一些希望，那对她也不公平嘛。瑞妮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会背叛她的。如果她真的是你好朋友的话，她也会希望你得到幸福的啊。好啊，如果你要我接受你的话，除非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就是要瑞妮亲口告诉我，说她不喜欢你。嘿，你今天怎样？是不是和我一样？简讯短短的几行，让微笑变得好忙，忘记是